应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韩国外长赵对烈于13号到14号起访华。此次会面是继去年11月釜山中日韩外长会后，中韩外长再次面对面会谈，也是韩国外长自2017年11月以后首次正式访问北京。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谈。有分析称，这是韩国致力于调整对华政策、开始找平衡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促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最后的协调准备。赵对烈13号在韩国金浦国际机场启程赴华之前表示，访华期间将为全心推动韩中关系发展迈出第一步。对于中韩外长会谈，赵对烈表示期待，称希望沟通坦诚深入，探讨双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基础。此次是赵对烈就任韩国外长后首次访华。今年1月10号，赵对烈接替朴振正式出任韩国外长。上任后，王毅曾于今年2月与其通话时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中国对韩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将韩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好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王毅当时还提到，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供链高度互嵌，双方应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工具化。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对于此次访华，韩媒普遍关注，赵对烈将致力于对或将于月底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中方进行最终对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由韩方倡导，拟于26号至27号在首尔举行。一段时间以来，韩方都会表现得颇为积极。如能实现，这将是中日韩4年多来首次举行领导人会晤。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外界认为，中日韩若重启领导人会议，有望为推进三国合作重回正轨打下坚实基础。赵对烈访华主要有2方面的目的。那么，首先是要寻求稳定和改善对华关系，那么显示尹锡悦政府重视对华关系的一个态度，想要推动实现中韩双边关系的重启。那么第2个目的是为了月底将要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那么做好预热和铺垫。那么届时中韩领导人也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么赵对烈这次访华也是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毕竟这对于尹锡悦政府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可以借此来彰显外交成果，来提振民意的支持。据韩联社报道，赵对烈13号上午抵达北京后，随即举行与在华韩企负责人对话会。CJ 中国、现代汽车、三星中国、大韩航空、SK 中国、有利银行、LG 化学等企业负责人出席。赵对烈在致开场白时称，韩中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是推动两国经济实现同步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两国经贸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性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性关系，这对韩国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赵对烈表示，他将借此访致力于推动韩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加强包括韩中日领导人峰会在内的各层级对话与沟通。他说，外交部将与企业团结一致，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为当地韩企可预期的经商活动全力以赴。在华韩企代表、捷西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道轩表示，尽管存在萨德矛盾和新冠疫情等利空因素，但中国市场过去30年惠及两国经济，坚信未来30年双方也能制定共赢战略，并呼吁政府积极与中国高层人士交流沟通。那么现在中韩合作的确面临多方面的内外的挑战。那么一方面，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韩国对华经贸合作，那么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遏华政策的一个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现在随着中国产业和技术实力的一个崛起，那么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的压力。那么尤其是在汽车、电子、造船这些韩国的支柱产业上，其实是面临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一个竞争上的压力。那么这些因素都使中韩合作的动能有所减弱。当然，另一方面，中韩两国依然互为主要的经贸伙伴。那么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也对韩国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就需要韩国政府端正对华认知，那么同中方积极的挖掘合作的潜力，那么排除外部的干扰。
我想中韩合作未来依然是大有可为的。韩国本届政府上台以来，不顾中方反对，以价值观外交为旗号，快速倒向美日。去年8月，美日韩领导人在美国举行戴维营峰会，决定扩大三边军事安全合作，针对中国意味浓厚。而且就在本月初，韩国还与澳大利亚共同探讨了加入由美国倡导的俄华小圈子奥库斯的所谓第二支柱的可能性。韩国时报直言，在尹锡悦政府领导下，韩国与美国紧密结盟，导致其与中国疏远。韩国舆论多次呼吁政府尽快处理好对华关系。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说，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韩国得到的待遇并不理想，与中国恢复关系才是正确选择。文章呼吁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能找到平衡。观察指出，若中日韩3国峰会最终举行，也为韩国政府提供了一次外交纠偏的难得机会。毕竟，同中方的双边互动是这次峰会的一大看点。韩方想要借此次3国峰会推动中韩关系走出低谷，还需展现更多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为双边对话创造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才能确保这次峰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尹锡悦政府执政2年来，在外交上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那么表现出亲美疏华的战略取向。他一味地强化与美国的战略捆绑和追随，并且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方妥协让步，来换取韩日关系的改善。那么在对华关系上，韩国追随美日干涉台湾和南海问题，那么包括在半岛问题上，与美日也是强化对朝鲜的军事施压。那么这就导致现在韩国外交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那么韩国同中俄交恶，那么半岛局势又持续紧张动荡，那么这也使韩国的地缘处境愈发的艰难。那么这是现在尹锡悦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寻求外交上纠偏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外界注意到，自从去年担任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以来，韩方对于重启中日韩高层对话表现出积极意愿。去年11月26号，中日韩外长会时隔4年多在韩国釜山举行，3方重申了合作共识，并且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做好筹备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为推动3国合作重回正轨迈出关键一步。实际上，外长会被视为筹备3国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环。韩方原本预计外长会后领导人会议能在去年底或今年初召开，不过会期最终还是未能按照韩方的时间表推进，与地区和国际局势加剧变化或有很大关联。那么，虽然尹锡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现在表现出一定的转变的迹象，但是鉴于韩国保守派它的亲美的本质，那么我想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还不会出现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纠偏只是一种微调。那么因此，未来中韩关系能否得到全面改善，我想主要还是取决于韩国的对华认知